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26号星期二，明天傍晚出发去悉尼，周四一早到。先汇报一下安排。周六的早晨会参加朋友的跑团和 One Running 一起的早餐跑。他们这个是个公开的活动，所以我可以把信息贴在屏幕上。然后周五的早晨，有可能我会分享一个早餐跑的时间和地点。如果有咱们频道的观众也去悉尼马拉松，想出来转一转，咱们可以见一见。目前预计可能是早晨8点半以后了，也许是9点。细节我会在所有地方平台的动态里发。所以如果您只是拿电视看视频，那回头您有空的时候，周四最晚周四拿手机看一下。如果想一起聊聊天的话，这是第一个事儿。第二个事儿是上周六直播的时候拿到了菲比特优惠券，就是咱们频道独享的那个优惠券。后来我又谈到了持续2周。所以呢，到下周六之前都可以享受那个优惠。你就去通过置顶评论或者我的橱窗去到他们的店，跟客服报细节，我打在屏幕上。你就跟客服报黑影或者黑影或者黑影 TV， 它会自动给您一个券。然后有的东西是有赠品。然后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悉尼马拉松的计划、比赛计划，还有这2天的行程。博览会应该是29号下午，就是周五下午。然后周六的晚上有一个官方活动，好像周六的中午也有一个活动，所以这次我自己能安排的时间应该只有周五的早晨，就是刚才咱们说可能会有单独早餐跑或者早餐聊天的这个环节。然后之后比赛之后的那周的周二的一早从悉尼去墨尔本旅行，之后周六回来大阪，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行程。至于比赛，就是练习赛，不是目标比赛。而且我现在还在，就是你看我这2天都是轻松跑，是因为我还是希望不要有肌肉不适的情况下上马拉松的赛场。右腿、大腿后侧和臀部还是有轻微的不适，就是那种不影响运动表现，但是会觉得2边不太一样，所以在调整。这周的训练计划就是轻松跑。如果大家是目标赛事的话，就看看我前2天周六的节目，跟大家分享目标赛事这周怎么练。如果目标赛事，我就建议明天可以跑一个速度课，总强度比较低的那种，就是快跑的距离加起来不超过4公里或者3公里，其他自己安排。如果明天跑这个小速度课的话，那速度就顶起来，就不顶到全力，但是比马配快一些。之后就不跑速度了，之后就是赛前一天早晨，周六早晨，可以在结束早晨的放松跑之后，试试加速跑一跑，然后就休息。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悉尼马拉松我看了赛道，我觉得就有的小伙伴是想去跑一个好成绩，但是我觉得有难度。那个爬升感觉和奈良差不多，奈良那个赛道我当时是
娱乐赛跑2小时51，但是当时我判断，如果我全力跑，那天那个状态就是不是备赛期的状态，差不多，可能能跑到2小时43。一般马拉松就是这样，你比你当时的最好成绩就到我这个成绩范围内，如果差5到10分钟，你这场比赛就很轻松。这5到10分钟不是一个绝对值，比方说您现在的最好成绩是4个小时，那你跑4小时20以外就会很轻松。如果你现在成绩是3个半小时，那有可能，因为3个半小时这我没经历过，那有可能你跑3小时45就会很轻松。如果你是2小时10，你看就会让那年跑厦门就拍摄那次，他就那个成绩他就很轻松，就这样。上马大家中签了吗？哎呀，我不出意外的没有中啊。要是想去就得用其他办法了，还没想好。这边依然巨热，特别热。后天一早到了南半球，不知道得一下得多凉。但我特别喜欢冷，不喜欢热，喜欢冬天，不喜欢夏天。虽然是冬天，但是大家看悉尼马拉松的气温，可能10几摄氏度吧。要是再低几度就好了。就为什么大阪我能跑出好成绩，就是因为冷，都是个位数的温度。纽约能跑出好成绩，那天也是冷，虽然没到个位数，就是10摄氏度到12摄氏度。下边就看北京马拉松了，北京马拉松一定要拿到名额。今年后边的比赛计划还是挺多的。这场悉尼完了之后，我们那个9月28号的电川河接力，电川河马拉松接力也确定了，我跑第3棒，它不是每棒均分的距离，第1棒是10公里，第2棒3公里，就我贴屏幕上，第3棒是8.1，第4棒也是8.1。我跟田中先生跑第3棒和第4棒，本田先生开头，藤冈先生冲刺。我们这队伍，我觉得可以努力试试破国1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所以你看这几个人接力，就这么说啊，你找7个人接力一个马拉松，你想跑进220，大部分队伍是不行的。要是接力型的那种，个人也差不多。这事儿真是，那年我们跑神户那个马拉松接力，虽然不像这次这队伍大家都这么快，但是因为勉强破240。那天我说那是我人生第1次破240。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看伤处在哪儿。就不舒服的地方在哪儿？大概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个地方，然后这样一小条，就有点像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时候腰这段时间不太好的那种，就有点麻，有点酸，说不上，没有钝痛和刺痛。但又穿上这件坎肩，真的特别热。你看这，我这刚6公里，这已经湿透了，看没？继续慢跑。这个地方是大阪马拉松最后一个关门点，大家可以去搜大阪马拉松关门的视频，就在这儿，就那个等红绿灯那位女士站在那儿。あ関門閉鎖まで残り20秒。関門閉鎖まで残り20秒。10秒前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
啊，お疲れ様。那关门是真的关，就直接就给你拦那儿了，有往前冲的，但直接就给你，倒不至于扑倒，但是直接就给你抱住了。那儿离终点只有300米，也许都不到300米。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经历过被关门，我倒是没有，没有被关门。一般首马，大家担心被关门，其实各位就去看好那个30公里的时间点，因为首马你可能比较靠后起跑，关门时间是按枪声时间，30公里不被关，后边10公里感觉走下来也不会被关了，大多数的设计是这样的。其实到赛前的时候，如果是目标比赛，小伙伴们如果有焦虑，这我特理解，或者是首马，你就这样想，你就想。或者还有小伙伴说，训练到夏天练完以后，手表这数越来越低，也焦虑。我说这没什么可焦虑的，这个事儿你就这样想，你练就比不练强，哪有越练越弱的？所以别看那些，也别信状态，你就这么想，你比去年多跑了1年，或者你比上场比赛多跑了几个月，那你现在就是比那时候强。至于状态调整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影响不大。你只要没有受伤，没有生病，然后你就算你喝一杯，你没喝断片儿，其实对大部分人的能力，你就是赛前3天你喝大一次，有2天也缓过来了，因为你拼不出最后那一点来，也不需要那一点。大多数赛场上就是一个。可能心态挺重要的。你看我跑副中心那场，第一次跑那么好成绩那一场，当时就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？我想的是，这不是个目标比赛。甚至当时我对，比方说2小时40，我当时看表3分54，我对3分54能跑多长时间的马拉松我都没概念，就跑呗。一开始前后左右人也是挺多的。后来我们就慢慢好看到了当时的女子第一集团，当时女子第一还不是后来的第一，是一位一身黑一位女士，然后也是一个方阵。那时候就看着就跑呗，有劲儿就跑。当时想的是说，我现在能跑4分，我就按4分跑，反正能到哪儿是哪儿。等你在赛场上真的到了过了28公里。如果你还在你的目标配速内，哎，这场基本有戏了。因为一般我喜欢把马拉松分成3个14公里。你到28公里，你一看，比方你目标破3，你到28公里一看，你现在在1小时57，嘿，那这场基本就没问题了。最后14公里，说实话，您能有破3的念头的人。咬牙，其实能拼一拼。就一般在赛场上，我的感受是，就像我们的合练的强度课，有的时候那个6公里阈值或者5个1公里那种，到最后真的是没劲儿了。就好几次5个1公里，最后那1公里过了400米，腿就软了，然后肠胃都开始不舒服，真的。就对面跑过来的队友们。我都已经看不清了，但是呢，我就这样想，我们练其实有时候练的一部分是能力，就是理论的，或者说理智的，对，另一部分是练的在不行的时候怎么去应对，或者说怎么去坚持。这个感觉就是在跑强度或者真的不行的时候能体现出来。看看几公里，多绕一点。你看跑那个6公里，有的时候第二个这么一趟到这儿的时候，差不多是4公里，就真的已经不行了。我还得有3公，还有2公里呢，要绕回去，那就真的不行了。但是当时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
当然，我们其实不是违心的，你想快不了就是快不了了。但是你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心里有一个目标，你可以最大限度的，或者在掉的最少的情况下顶上去。就像我最后一次跑场地5000，今年就是特热还 PB 了，16分52，做心率到191，好像有一瞬间是192。那天我带的是佳明的 HRM600胸带，所以肯定是对的。那就是倒数第2圈的时候已经不行了，但是呢，倒数第2圈快结束之前，有2位就我套了圈的人，也不慢呢，差不多就是18分以内，特意给我让1道，我一下就又有了动力，又坚持了半圈，到最后一圈我就加速了，就不想那么多了。当时你想加也就加了，但是在3圈之前，你跟我说我最后一圈还能加速，我自己都不信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我觉得一部分是能力，一部分是要把能力发挥出来。就像我刚才说，对普通人来说，准备一场比赛不需要准备到那么极致，因为大多数人发挥不出来。真能发挥出来的，基本上就跑到了自己当时的能力的最好成绩了。所以大部分小伙伴们的 PB， 包括我现在的全马 PB， 其实都离我们真实能力的最好成绩有距离。我的10公里和半马这2场 PB， 还有5公里，应该是这场地5000米，应该是我的能力几乎我全发挥出来了，就我很满意。全马还有差距，所以大家也可以评估一下。比方说你跑过5公里、10公里、半马、全马的比赛，你就感受一下。你想，如果你跑5000米，或者场地或者公路5公里，跑完以后已经完全力竭，你比方跑了16分59，那如果你10公里跑完一个37分半，你觉得也挺累，但是没有那程度，那其实10公里还能快。我的经验是5公里进了17分的话，10公里至少是36开头，一般都能是35开头。然后半马就到半马，大家的差距就拉大了。就是有的人可能对自己够狠，有人对自己不够狠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闲聊这么多。今天大家注意到这个视角怎么样？包括现在和刚才的，我把帽夹反过来别的。我会稍微刻意的向前探一点头，就现在不是正直，如果头是正直是这样，我现在差不多是这样，但是我觉得向前探一点头要比之前那样要特意仰一下要舒服一些，我还在摸索。这次悉尼马拉松会用 Go Ultra 拍，但是我会用它那个头带，那个更稳妥。8月26号星期二，完成在大阪的倒数第2天的训练，明天早晨还能再去。明天合练的课表是321，我现在几个决定还没想好决定是哪一个。第一个就是跑第一个3，然后就结束，然后还有一个决定是跑第2个2，或者是干脆不跑321，我就去参加，然后跟大家跑一跑，比方说冲几百米，然后慢一点，再冲几百米，再慢一点，就这么一气儿跑下来。差不多这样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我觉得明天跑一个3公里的那个强度有点累，或者还有一个策略就是明天跑一个马拉松配速的3公里，也是挺不错的。就最后这一周的训练，其实说实话你练什么都没用，就是让自己的状态，让自己的肌肉，让自己的心态能够适应那个要比赛的感觉。你就想，这周末有一堂大课，有一堂40公里的大课，
对，这点特别关键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看像大科员先生，他去比赛心态特好。我说我现在比原来心态好多了，就觉得无所谓了，就是因为跑得多了。对他来说，可能就是年限长了，参赛次数多了。对我来说呢，就是我今年不经意的加入了大概有3、4次35公里和1、2次40公里。的这种训练，你真的就不一样。你平常训练中你跑了过40公里，跑了35公里，因为比赛也就是42公里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大和源先生也是这周末，他和野口先生去北海道马拉松，在札幌，我们也给大和源先生加油。当然这也不是他的目标赛事，这边太热了，北海道也不凉快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赛场上的这些马拉松比赛这些，没什么主题。我觉得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像播客了，是不是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还能在大阪再见。